如果你只有3天在冰島，這3個地方真的不能錯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菲力。今天這支影片要帶你走完冰島最經典的一段路線，從最熱門的黃金圈，到適合慢慢走、慢慢迷路的雷克雅維克市區，最後一路往北，來到有冰島縮影之稱的斯奈山半島。那我們就直接把時間拉回這趟冰島環島旅程的第1天。今天是我們冰島旅程的第1天，我們正在跑黃金圈的旅程。早上從雷克雅維克 check out 之後呢，比我們預定的行程提早了差不多1到2個小時就出發了。然後這位3點鐘就醒了，他後面就睡不着了，太興奮，我睡死啦！清晨6點多，我們就抵達辛格韋德利國家公園。偌大的停車場只有我們1台車，緩慢地走在步道上，獨享這片美景。為了這趟冰島旅行，我在台灣花了3個月的時間練習飛空拍。髒裂型板塊邊界，這課本上生硬的名詞，竟然活生生地出現在眼前，我感動到不行。要在冰島飛空拍機，要有一些行前準備，包括註冊設備、通過線上考試。在辛格韋德利國家公園，只要依照規定，在允許的時間和範圍內，還是可以飛空拍的。我們之前已經發布的冰島影片中，最熱門的瓦特納冰川國家公園，雖然存在更多限制，但只要按照官網指引，像是斯卡夫塔山冰川、傑古沙龍冰河湖等等，還是有機會用空拍視角看到冰島的美。我們現在前往下一區咯，我們趕在9點離開這個停車場。現在8點59，對，省了1000克啦。對，它開始收費時間是早上9點到晚上6點鐘，所以只要早一點起來啊，人又很少，停車費又免費，非常讚。爛路一條哦，不停好車，要步行前往不是秘境的藍色秘境瀑布。然後剛的停車場啊，我是出發前查到它是新開闢的停車場，然後離瀑布非常的近，大概只要可能5-6分鐘吧。然後這邊停車費是750冰島克朗，就是事先又載了一個 app 叫做 Parka P-A-R-K-A。夏天公路旁都會有這一球一球像棉花糖的東西，它其實是收割的牧草。接着我們來到地熱谷，可以感受到一種大地在呼吸的感覺。當然，最大的重點就是眼前這眾人都在期待的史托克間歇泉。這第一發有點漏氣啊。哇！噴發高度通常是15到20公尺，甚至有時候可以到30公尺。
旁邊這一詞是 Glacier， 連英文的間歇泉 Geyser 這個字都是由它而來的哦。原本這個區域的主角是它，但在1950到1960年幾乎就不再噴發了。接下來是黃金圈必看的重要景點古佛斯瀑布，意思就是黃金瀑布。水源是冰川，因為攜帶大量的沉積物，陽光照射下會呈現出金黃色的光芒。這个只要投影燈光就變成水舞了哦。黃金圈最後一站，凱瑞斯火口湖。這裡的特色是設有步道，可以環繞火山口頂部一圈，也可以下切走到湖邊，是很特別的體驗哦。接下來把時間拉到我們環島的最後一天。如果你對冰島的北部、南部還有東部有興趣，歡迎回去看看我其他支影片。而這一天，我們來到了斯奈山半島，這裡最有名的就是眼前這座教會山。看 Google 評論上面有人說，停在瀑布那個停車場呢，有點坑錢。我們可以停在離它有一段距離的停車場，慢慢走過去。前方就是我們的目的地，可以看到瀑布跟教會山的合影。這邊的停車場啊是1200冰島克朗，是目前環島到這邊之後看到最貴的停車場。所以我們沒有停，但是要走路了。接下來我們前往幾個很適合拍照的景點，包括歐拉夫斯維克小鎮的教堂。而這裡最著名的打卡點就是這個寫着 Kiss Please 的牌子。接着來到這座看起來像愛心形狀的瀑布，它叫做斯沃德佛斯瀑布。從不同的角度拍攝都很有特色哦。另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，整個社區都是壁畫，叫做赫利桑杜爾。2018年，這裡邀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參與改造計劃，原本廢棄的空間轉身變成戶外的藝術畫布，真的很值得來看看哦。我身後呢，就是鼎鼎大名的驗光機裡面的紅色小屋哦。來到斯奈山半島必拍的景點。最後來到一個超可愛的景點，這裡是海豹沙灘，重點是真的看得到海豹哦。
他們就直接躺在石頭上曬太陽，整個超慵懶的。雖然這天遊客其實蠻多的，但大家都很有默契，現場意外的非常安靜。終於看到近距離的海豹了。我們前幾天在瓦斯半島，天氣陰陰，然後風又很大。我發現太陽是一個很重要的 key point。他們只要有太陽出來，都會在那個石頭上面慵懶的在那邊曬太陽，真的超爽的。這個地方超級推薦來斯奈山半島的海豹沙灘。以上呢，就是我們在斯奈山半島一日遊的行程。那斯奈山半島呢，其實有着冰島縮影的美稱。沒錯，但是因為我們冰島安排旅遊的方向是逆時針，所以斯奈山半島被安排在最後一天，視覺上就會感覺有點疲乏。對，如果你玩冰島的天數是比較短的，時間是比較有限的，那這個半島就非常適合安排一日遊的旅程。沒錯，可以非常有效率的看完各種多元的地景。对，沒錯。回到雷克雅維克市區嘍，這次的住宿很特別哦，我覺得非常值得跟大家介紹一下。它叫做 City Hub， 整體是介於膠囊跟飯店之間，很乾淨又有科技感。衛浴、廁所是共用的，但維持得很好。這邊都是用機器自助 check in 跟 check out 哦。房門的鑰匙就是這個手環，推，走，開燈哦。門，燈在這裡。這是全部的空間了。房間隔音超好，打破我對膠囊啊、青旅啊的刻板印象。住宿費是每晚台幣4500左右，非常的推薦。我們已經結束我們在冰島環島的行程嘍。那旅程的最後一天，我們安排在雷克雅維克市區觀光。我們現在肚子超餓的，還沒有吃早餐。對，我們要去吃最有名的可頌哦。這家沒有內用區哦，我們買到旁邊的小公園吃。亮晶晶的可頌，吃咯。好吃耶！我們点一個核桃肉桂卷，它還是熱的哦。好吃哦，裡面是綿密的口感，外面酥酥脆脆的，這個蛋糕呢，是我們前幾天在一個港口小鎮有吃到，是他們的結婚蛋糕，我們覺得很好吃，就是再買一次。上層是脆脆的，有放一些堅果類，中間的內餡就是軟軟的，比較偏酸甜，有點像軟餅乾跟蛋糕的綜合。這天的天氣很不穩定，還飄着雨。我們決定先到旁邊的哈帕音樂廳躲雨。裡面的設計非常特別，蜂巢狀的結構，靈感是來自冰島的玄武岩地形。玻璃切面就像萬花筒，如果外面是晴天的話，一定更美。這時候，
有個人啊急着在找廁所。下面厕所不行啊？怎麼說？付了錢，然後廁所還偏髒，然後門壞掉，一直有人推進來。哦，你說你在上大號的時候有人推門進，付了錢，然後進來還是這種品質，不 OK。接着來嘗嘗這裡有名的羊肉熱狗堡。一只820。Josh 呢不吃羊肉，我们来看他測試一下到底腥不腥呢？不吃羊的人最準。真的不說的話，不知道它是羊肉哎。哦，還不錯不錯。哦，後面出現羊味了，沒有，它還蠻後面開始很濃了羊味，一開始被那個醬的味道蓋過去。哦，還好啊，沒有很羊啊。我個人覺得蠻好吃的，但如果真的怕羊騷味的人，是還不至於到恐怖的地步啦。這是市政廳，裡面有張立體地圖，我們剛好環島完，看了特別有感覺。哇，全部飛走了！我靠，這太多了吧！引起海鷗騷動的，就是因為附近剛好在清運垃圾，當然還因為有小屁孩在亂丟吐司。這裡也看得到天鵝哦。來雷克雅維克絕對不能錯過的，就是這條彩虹街。彩虹的盡頭剛好對準了哈爾格里姆教堂。設計的靈感是來自冰島獨特的玄武岩地形。走進教堂內部，極簡又莊嚴。這座巨型管風琴非常值得一看哦。最後一站，我們來到 Sky Lagoon， 耶！經歷了10多天的環島，其實每天都晚睡又早起，沒錯，超級累。對，最後一站來這邊放鬆嘍，耶！其實啊，這邊天氣要熱起來，還真的蠻熱的。所以今天剛好天氣又蠻涼的，應該蠻適合的。對 ，Sky Lagoon 一個人是15990克朗，大約台幣4000塊，一定要事先上網購票。從官網或其他的訂票平台都可以，時間要先選好。像我們比預定的時間提早了1小時，它是不會讓我們提早入場的哦。想睡覺。哇！哇，今天天空天色不錯，比我冬天呢。哇！哇！
好亮。在戶外泡完了溫泉後，記得到室內體驗非常療癒的5個步驟哦，包括桑拿、冷霧、身體磨砂、去角質。去角質，其實很刺哎。對啊，哇，有人搓得很認真哦。他說搓完之後就記得不要搓到臉。身上的鹽巴不用洗，直接蒸汽浴之後再淋浴，皮膚會變超好的哦。微微酸，我可以。最後再來一杯酸甜草本飲。這裡還有池畔酒吧，消費是用手環感應。check in 的時候呢，櫃檯會問你要不要綁定信用卡，一切的費用都是出場再結算。終於來到夕陽時分，水面上的霧氣像撒了金粉一樣。冰島能這樣收尾，真的很幸福。海報。我們泡完溫泉之後啊，就查一下極光指數，雖然只有3，但是配合比較好的天氣狀態，我就決定要衝一波。真的就看到超級美的極光。對。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極光，非常的讚嘆，而且非常意外，因為現在是冰島的8月下旬，還是屬於夏天，所以竟然還是意外看到的。我也是第一次看到，感動到哭出來，真的。好的，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，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我們就下次見嘍，拜拜。